朋友们，今天呢，在评论区看到一个留言，让我讲一下如何把唯识学运用在生活中。其实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呢，我们也讲过不少。就拿我们经常讲的觉知来说吧，它呢就绕不开唯识学的范畴。正好今天就借由这个主题，来帮大家彻底的理解清楚觉知是什么。这期内容可能会比较难懂，大家呢听懂了就听懂了，听不懂呢就多听多悟。如果到最后还是听不懂，也不要执着，不妄想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嘛。好，在唯识学里呢，是分为8种，分别是前5识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第6识意识，第7识莫那识和第8识阿赖耶识。在这8种识里，每个识都有自己的见分和相分，也就是每个识都有自己能见的作用和所见的对象。首先，总的来说，每个识的见分就属于每个识的觉知。比如眼识的见分就是眼睛的能见作用，眼识的相分就是被见到的对象。以此类推，耳朵的见分就是能听，耳朵的相分就是听到的声音，鼻子、舌头、身体也各是如此。到了第6识意识呢，它的见分是能见能呈现念头的作用，相分是被见到的念头、认知和情绪，而意识本身是对呈现出的念头进行识别。这种关系就像手机屏幕是能呈现的见分，屏幕的内容是相分，能识别清楚屏幕上呈现的内容便是意识。因此，很多人的觉知呢，大都停留在意识的见分和意识的识别这个层面。在意识之后，还有更深的莫那识和阿赖耶识，这2个识都有自己的见分和相分，只是我们很少能触及到。真正要去修的觉知，并不是第6识意识对念头的觉知，更不是前5识能看、能听、能闻、能尝、能触的觉知，而是第8识阿赖耶识的见分，是阿赖耶识的觉知。所谓的阿赖耶识呢，就是被污染的如来藏识。所谓的明心见性要见的那个真如自性，就是如来藏识，只是它被无明妄想遮障污染后，就变成了阿赖耶识。按照佛家的说法，那个真如自性的本来状态，本自清明，本自圆满，没有任何疑惑。然而，当这个真如自性因一念无明妄动，在本来的清明里妄想要去另外清晰明白一些额外的现象，这样一个无明的动机，就让本来一体清晰的如来藏识呢，被污染成了有能见和所见的阿赖耶识。所以修行从究竟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要消除阿赖耶识中的能和所，就是要消除阿赖耶识中的见分和相分，这样阿赖耶识就回归为了本自圆满、本自清晰的如来藏识。阿赖耶识的相分呢，包括气世间、身根、种子。用大白话来讲，气世间也就是整个宇宙的物质基础，山河大地、宇宙星辰、原子分子，这些都属于气世间范畴。身根是有情生命的眼耳鼻舌身意6种功能，也就是6根。种子是生命的念头、情绪乃至命运为什么会那样发展，生命为什么会看见物质世间那样演化，一切精神和物质现象发生的原因和推动力呢，就称之为种子。所谓万法唯识，从究竟意义上来说，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阿赖耶识的变现，而8识阿赖耶识的见分呢，就是对气世间、身心、种子等一切现象的能见。所以这个第8识能见的见分，是最究竟的觉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通常所谓的觉知呢，属于身心的范畴，只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而真正的你，
在觉知着眼睛的能见功能，也觉知着眼睛看见了什么。真正的你，在觉知着耳朵的能听功能，也觉知着耳朵听见了什么。真正的你，在觉知着意识能思、能想、能呈现、能看见念头的功能，也觉知到了念头的内容。这个超越前六识的觉，便是阿赖耶识的见分。而对于第七识末那识来说，它是一种连接前六识与第八识之间的连接作用。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能见为主体，它的见分就是恒常思量，恒常认为那个能见的主体就是我，所以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执着有个我。就好像我们哪怕失忆忘了自己是谁，潜意识里那个主体意识我还是存在，这个我的本质就是第八识的能见。而末那识的相分，便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习气种子，不自觉的傲慢、习惯性的贪爱、对事物的执着等等。第六识意识的相分，便是由第七识的习气种子引发已经有的成型的念头、情绪、认知、概念等等。意识里相分的念头、情绪、认知、概念对物质和精神世界产生影响，然后又被第七识传递给第八识，形成新的种子。时机成熟，这些种子又在意识里显化，循环往复，这就是轮回。所以能所双亡是修觉知的最后境界。所谓能所双亡，见分即是能，相分即是所，就是见分和相分这种关系的消亡。也就是我们从意识深处呢，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能觉能见的主体，其他是自己之外的所见现象。当能所双亡时，主观和客观便融为了一体，那么阿赖耶识就会回归为本自清晰圆满的如来藏识。所谓无极生太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无极本来是合一，而太极却有了阴阳相对。另一方面，我为什么会有烦恼、有迷惑和苦，都是因为自认为有一个能见、能攀缘的心。这个心总是想要去抓住、实现、达到、造作些什么，而所取的对象却是无常的。这种能与所的关系不灭，那么就会永远轮回在烦恼生灭的相中。在开悟的楞严中，观世音菩萨说觉所觉空，空觉极远，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。意思就是说，当能所双亡，能觉和所觉同时为空时，觉就会回归到本自圆满，然后就会顿悟到本来，超越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。具体来说，普通人的觉呢，经常觉到意识里变化生灭的念头、烦恼与苦乐。经过一些修行后，我们可以觉到意识里时常变得安静祥和。但是其中还有个能觉和所觉。再进一步，从更深的阿赖耶识里把能和所消除，那么那个产生一切能所的真心自性便会被体悟。此时的能觉其实依然存在，但已经没有了任何对待，圆满觉照一切，就像镜子一样。这就是将第八识转变为了大圆镜智。所谓大圆镜智，即是本自圆满、本自清晰、本自无疑惑的觉知。它是真如自性的妙用，真如自性如来藏性是体，大圆镜智是最圆满的妙用。以此相对，我们现在的觉知呢，虽然还没有转为大圆镜智，但无论是第八识的能见觉知，还是前七识的能见觉知，也全部都是真如自性的妙用。真如自性这个体永远是不用修的，它本自圆满。所谓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，能修的只是妙用而已。禅宗百丈怀海禅师呢，有一句重要的开示：灵光毒药，迥脱根尘。意思是说，觉知就像灵光一般独自闪耀，
仿佛脱离了身根和法尘。这里所说的灵光又称为无心灵知，是觉知回归为大圆净智的过渡阶段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普通人的觉叫做觉知，开悟的觉叫做无心灵知，究竟的觉叫做大圆净智。无心灵知已经属于开悟，因为它已经做到了窘脱根尘。所谓窘脱根尘，就是前六识已经做到了能所双亡。前六识的见分即是六根，前六识的相分即是六尘，所以窘脱根尘就是前六识的能与所见与相脱落消解。所以禅宗开悟有一种说法叫做桶底自脱，意思就是好像一切阻碍犹如木桶的底子被拿掉了一般，瞬间畅通。这也好像觉知从六根六尘的束缚中抽离出来，瞬间回到了阿赖耶识的见分。这个即是初步的开悟，就是灵光独耀，就是无心灵知。前六识能所双亡后，实现了无心灵知，但是在第八识里，能见与所见还在，就好像无心灵知觉到了一片清净。这种能所关系还没有消解，所以还不是究竟的大圆净智。但随着无心灵知的关照力越来越强，终究会消解第七识和第八识的能与所，从而第七识也会转化为平等性质，不再执着有个我，而是平等的接纳关照一切。第六识会转化为妙观察智，善于分析分别世间一切现象，但不认为自身能分别，更不认为有个我在分别，也不产生分别之想。前五识会转化为成所作智，因为第七识、第六识里没有了我。前五识所作即是随缘成就、随缘服务众生和世界，所以要实现转识成智，要回归究竟的圆满开悟，实现无心灵知是第一步。从能所双亡的角度来说，前六识的能与所，特别是第六识意识的能与所消解，就可以称之为无心。正如传心法要中说，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这就是在强调消解第六意识能与所的重要性。所谓一切法由心想生，这里的心便重点指意识，一切法即是一切念头概念，当然也可理解为一切现象都是阿赖耶识所生，这是更深的理解。但从消解第六意识的能与所来说，就是放下一切念头、思想、情绪和期盼，放下一切概念。所以禅宗以无念为宗，无念即是无心，就是不执着第六识意识里的一切活动。那么如何实现无念？如何实现意识的能所双亡呢？这需要从理和事两个方面来说。理上的能所双亡，就是从道理上来说，能见与所见本来就是双亡的，本来就是各自的虚妄。这就好像眼睛的能见与所见呢，各自都不能独立存在。有眼见在，就必须要有黑暗和光明这两种最基本的色相，否则要眼见无用。同样，黑暗与光明这两种最基本的色相凭什么存在？必须要有一个眼见来见证。由此可见，能见与所见各自都不能独立存在，就是各无自性，就是本来双亡。意识的能所双亡也是如此，一时能见到念头的见与被见到的念头都不能独立存在。所以说，意识能见的作用和所见的内容都本来是空。从道理上明白能所双亡，我们便能从思想上不再把任何一念当真，包括佛这个概念，甚至世俗的一切智慧概念，其实都是意识里的所，都是念头而已。真正从意识上透过能所双亡后，我们是不会迷信任何的，
因为迷信任何都是迷信自己虚妄的念头思想而已，而一切思想念头本空，这就是禅宗的无心者，无一切心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无心灵知，便是觉知到意识自体是空，念头也是空。但是这个超越意识的第八识的能见还是存在的，所以称之为灵知。灵知能觉，但意识里不会执着觉这个概念，更不认为有我在觉。这个无心灵知呢，就是破除更深层意识里我执和能所的关键。但在那之前，究竟还是要从第六意识的能所双亡中，首先领悟到无心灵知。从事情上要实现第六意识的能所双亡呢，并不是要刻意灭除意识的作用，不产生任何念头妄想。具体要做的，从意识的能来说，就是不要执着意识能思索、能识别、能评判的功能。禅宗三祖所谓求真不必，唯须悉见，就是说这个道理。不要用意识去求取真相，不执着意识能求、能取、能思索的功能，反而更贴近存在的真相。从意识的所来说，就是不要相信、不要注意识产生的每一个概念、念头和情绪。这也就是说，在没有领悟到无心灵知之前，不要相信任何的意识念头。对此，虚云老和尚也曾说：凡情圣解，一刀两断。意思是说，世俗的烦恼与修行中的智慧都是意识现象，一刀两断，通通放下，不住任何思想妄念，连放下不住这个概念也要不住。所以在禅宗的典故里呢，我们经常能看见棒喝、打香板、答非所问等等突如其来、莫名其妙的教导方式，目的就是瞬间点醒人们走出意识的惯性束缚，领悟清清灵灵的无心灵知。总的来说，从理上领悟能所双亡，有助于我们从事上培养无心灵知。具体的修行便是参禅、止观等各种方法。参禅就是从正在发生的念头上参究返回到无心灵知上，止观的观便是要依据能所双亡的道理，观破意识的能见，同时也观破被见的念头。如此，也便是心空法空，法空心空。究竟是先有意识心呢，还是先有念头的有无？若先有意识心，后有念头的有无，那么起初用什么表现意识心？如果是先有念头，后有能识别念头的意识心，那么心本没有，又何须在乎念头？理解这其中的道理，也便是实际观到了、领悟到了能所双亡，心与念当体各自是空。这样我们也就领悟到，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烦恼与束缚。意识好像一面镜子，所有的情绪、烦恼、念头、执着，都不过是镜子中虚妄的无自性的镜像。而有镜子必有镜像，哪怕一片空无或是黑暗，也是镜中的镜像。因此不存在没有镜像的镜面，也不存在独立于镜面的镜像，它们造成了一体的幻象，但各自却不能独立存在，各自本来是空。领悟到这一点，便是顿悟到了超越意识见相二分的无心灵知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